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欢迎您收听《世界奇闻录》。在这儿谨祝您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。克里奥帕特拉是埃及的最后一个法老，在他40岁左右的时候死亡。随着他的死亡，埃及的权力统治也消亡了，埃及逐渐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相传，由于克里奥帕特拉成功的色诱凯撒还有安东尼，而使得埃及能够生存下去，因此他才被称为埃及艳后。但是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，却又得出了不同的说法。根据考证，埃及艳后其实是一个才女，她是以其惊世的才华而得到了2个男人的宠爱，从而保住了埃及的不灭亡。并且有些历史复原图也表明，埃及艳后其实其貌不扬，因此也很好地支持了这个观点。但是具体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传奇的女皇帝——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。克里奥帕特拉出生于公元前69年，是当时统治埃及的马其顿王国的后裔。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建立了一个领土空前广阔的帝国时，将埃及给了自己的一个将军托勒密索特尔。托勒密索特尔随即建立起了埃及历史上的托勒密索特尔王朝，而克里奥帕特拉是克罗迪斯托勒密奥雷特国王的次女。公元前51年，其父去世，留下遗嘱指定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和他的异母兄弟托勒密13世为继承人，共同执政。埃及艳后是古埃及最后一位女法老，传说她不但长得美艳无比，还十分精通如何画好一双迷人的烟熏眼，把眼睛周围涂上厚厚的黑色和绿色粉末。不过眼睑的浓妆艳抹并非只为了吸引众人的眼光，它还拥有其他的功能，能够避免眼睛受感染。科学家曾对克里奥帕特拉化妆盒的粉末残留物分析，发现了4种含铅化合物，似乎说明粉底是有害的，因为铅对人来说是有剧毒的。但法国研究者不久前发现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，克里奥帕特拉粉底中含有的低含量的铅盐与皮肤接触时，会产生刺激免疫系统的氧化氮，帮助人体击退致病细菌。古时候，像结膜炎这样的眼部细菌感染疾病，在尼罗河的热带沼泽区十分常见。在眼睛周围涂抹这种铅化物，可以使化妆人的氧化氮水平提高2倍以上，这可是保护眼睛的好方法。但是我们现代人还是不要学了。在埃及，几乎无人不识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，她像诡异壮观的金字塔一样，为众人所津津乐道。多少电影、戏剧、小说、诗歌、绘画因她而生。后人送她一个绰号——埃及艳后。克里奥帕特拉生于公元前69年，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一名将领的后代。他的父亲托勒密12世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后托勒密王朝册封的君主之一。公元前51年，克里奥帕特拉登上王位。埃及远古史学家阿兰·褒曼在分析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后表示，埃及艳后绝非只凭美色来保卫国家、捍卫自己的王位，她运用的技巧
跟我们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。这才是埃及艳后美丽与智慧的真正体现。埃及哈拉旺大学的教授吉哈宰克说，尽管克里奥帕特拉不像他与罗马将军的爱情故事中描写的那么漂亮，但我确信他是极聪明的，他应付罗马用的不是美人计。埃及亚历山大希腊罗马博物馆馆长埃哈曼德博士持同样的观点。克里奥帕特拉在17岁时就继承了父位当政，他统治埃及是凭聪慧和丰厚的文化底蕴。他与罗马将领们相处的3件武器是泼辣、聪慧和温柔。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统帅、政治家、儒略家族成员，出身贵族，历任财务官、祭祀长、大法官、执政官、监察官、独裁官等职。公元前60年，与庞培、克拉苏秘密结成前3头同盟，随后出任高卢总督，花了8年时间征服了高卢全境，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。公元前49年，他率军占领罗马，打败庞培，集大权于一身，实行独裁统治，制定了儒略历。公元前44年，凯撒遭以布鲁斯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，享年58岁。当时凯撒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埃及的领土，埃及艳后为了保住埃及的皇权，就命自己的属下装扮成一个商人，将自己包裹在一床大毯子中。商人到埃厄斯儒略凯撒住处求见盖厄斯儒略凯撒时，他就从毯子里面出来，与凯撒见了面。那时克里奥帕特拉正处妙龄，美艳惊人，他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智慧，把盖厄斯儒略凯撒给迷住了。凯撒就下令执行克里奥帕特拉父亲的遗嘱，由克里奥帕特拉和克罗迪斯托勒密13世一起执政。虽然后来凯撒已经完全征服了埃及，但是却并没有将埃及纳入罗马帝国的领土范围之内。英国一位学者目前指出，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眼中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凭着卓越的头脑征服人心，是备受尊崇的大学问家，对炼金术、哲学以及数学和城市规划无一不晓。伦敦大学古埃及学家达利在新书中指出，埃及艳后以美色引诱凯撒大帝和古罗马统帅安东尼的故事家喻户晓，但事实上，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从未提及他杀人于无形的美色，反而赞叹他骄人的学术成就。凯撒死后，安东尼称雄于罗马。他在菲利比战役中最后击败共和派领袖布鲁图斯和卡西约的军队后，按照与乌大维的协议巡视东方行省，筹措资金。安东尼全名马尔库斯·安东尼·马西费尤斯·马西尼博斯，约前83年1月14日出生于罗马，逝世于前30年8月1日。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，他是凯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。据说克里奥帕特拉7世乘坐一条豪华的楼船，从埃及出发，先到西里西亚，再经后德诺斯河抵达塔尔索斯。在船上挂着用名贵的推罗染料染成的紫帆，船尾用金片包厢，在航行中与碧波辉映，绚丽夺目。女王打扮成维纳斯女神的模样，安卧在串着金线薄如蝉翼的纱帐之内。美丽的童子宛如
朱庇特一般势力两旁，各执香扇轻轻摇动。装扮成海中仙子的女仆手持银桨，在鼓乐声中有节奏地滑动。居民们见此情景，疑是爱神维纳斯趁着金龙来此与酒神寻欢作乐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观者如潮。安东尼被邀至船上赴宴，看到克里奥帕特拉迷人的风姿，优雅的谈吐，于是神魂颠倒，不知所措。众所周知，埃及艳后最后自杀身亡。根据传说，尽管埃及艳后被严加看管，但她还是想方设法的拿到了由一个农民送来的一篮无花果。在篮子中藏有一种叫阿斯普的毒蛇，他让毒蛇咬伤他的手臂，然后昏迷而死。屋大维满足了埃及艳后的要求，在他死后将他和安东尼葬在一起。克里奥帕特拉死后，他和凯撒的儿子以及和安东尼的儿子都被屋大维下令处死了。随着埃及艳后的逝世，长达300年的埃及托勒密王朝也结束了，埃及并入了罗马，成为了元首的私产。在埃及，几乎无人不知埃及艳后这个人物，她就像诡异壮观的金字塔一样，被大家津津乐道。这不仅仅是她貌美如花的容颜和维纳斯的完美身段，更是异于她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和她不为人知的死亡之谜。